我成为崔珏的男妾，我们是假夫妻。回乡后，我今天去和富商约会，明天和书生喝酒，后天和朋友抵足而眠，给崔珏戴了5、6顶绿帽。他坐不住了，从京城千里迢迢赶过来，质问我：你还记不记得我是你男人？我瞠目结舌，你来真的？我是商人之子程颐，堂兄程越好不容易考上进士，却因为朝堂争斗被小人陷害入狱，全家因此被抄家流放。为了逃脱抄家流放的责任，我主动选择嫁给出身高贵、气质清冷的好友崔珏，成为他的男妾。当初谈好，我们先假装在一起，等完事就分开。崔珏接受了，我表面和崔珏卿卿我我，忍受所有人的嘲笑，暗地里和他一起调查家族蒙冤真相，新天不负苦心人。我终于得偿所愿，家人被改判抄家不流放，至少人保下来了。洗刷家门冤屈后，我准备回乡接应家人，崔珏却不肯给我放切书。我气道：咱们不是说好了演戏吗？现在戏演完了，你该给我文书，放我自由。谁给你演戏了？崔珏说：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你当我是什么？我瞠目结舌，倘若他不给我放切书，我以后都是他的妾。然无论我怎么骂他，他都面容清冷地望着我，目光平静。我骂累了，他依旧毫无动静。眼看着时间愈晚，无奈之下，我只能先回老家长明，脱掉男妾身份之事暂且放到一旁，以后再说吧。时值夏末秋初，我一路骑行赶回长明县，家里的东西全部被搬空了，就连宅子也被封掉。我跳下马车，准备去打听家人住所，孔武有力的车夫叫住我：公子，等等。我转过头，车夫从怀里摸出一个布包，恭敬地递给我：这是少爷嘱咐我在您回乡时交给您的，崔珏。我疑惑地接过布包，车夫冲我行完礼，便回到车上。驾！马儿踩着青石板畅畅离开。我纳闷地打开布包，发现里面是几张银票和一封信，银票加起来有1000两。我吃了一惊，刚想追上车夫将银票还回去，马车已经跑得没影了。我拿着银票，手像握着炭火，扔也不是，留也不是。崔珏不给我放切书，反而给我钱银，弄得我像个归宁的小媳妇，拿公婆家的东西回娘家似的。明明我们只是作假啊！我已经搞不懂崔珏怎么想的。拿起信件，上头写着无妻亲戚。无妻？咦，这不是程一成小少爷吗？旁边忽然传来一道声音，我吓得差点跳起来，手里的信也扔了出去。抬头到一张熟悉的脸庞，是隔壁包子铺的老板。老板伸手接过我的信，我浑身的毛都快炸开了。老板憨憨地将信件交给我：程小少爷，好久不见了。我反应过来老板不识字，连忙接过信，胡乱塞进衣领，故作镇静地笑道：是我，好久不见，程家二郎回来了。708社的人向我问好，我一一招呼回去。以前我走马斗狗，经常和三教九流厮混，和这群人非常熟悉。包子补老板娘赏我一个大肉包，还热情为我指引家人目前所在方向。程家所有资产均被查抄，目前住在客栈里。包子补老板一边为我引路，一边给我讲爷爷回来的事。我还未回长明之时，爷爷已经振作起来，一个70多岁的老头，放下以往长明首富的架子，带着子孙挨家挨户请求帮助，一连求了大半个月。今时不同往日，患难见真情，好多人家直接闭门不见。我那不成器的爹吃过几回闭门羹，认为以前给他提鞋的人居然嘲讽他，深觉丢脸，竟装病赖在客栈里，死也不出门。我向包子铺老板道谢，走进客栈，绕到房间门前，就听到爷爷悔恨地对伯父道：爱子如杀子，终究是我错了，溺爱太过，才让你弟弟变成这样。伯父和程越安慰道：事已至此，多说无用，还好一根儿不似他爹。我爹是个纨绔子弟，天天不是生产，只知道用钱，如今家族蒙难，他竟连努力都不肯，十足气人。逮逐出好笋，看在一儿面子上，
我不撵他走，不然我早让他滚出家门，自生自灭去。爸爸悲叹，可惜叶儿现在成了男妾，终究是一辈子的污名。程月道：爷爷放心，崔珏和叶儿是朋友，所有人都知道是假的，但终究不光彩。爷爷这道罢了，事已至此，多说无用。叶儿做男妾之事虽是假的，你们可千万别传出去。等叶儿拿了放妾书，沉寂2年，他又可以再度科举。我们程家如今靠的是他，以后估计还得靠他。我推开门进去，爷爷说的什么话？家族光大，岂是一人之力可为？终究要大家同心协力。我刚出生时，曾经有个云游的道士来到我家祝贺，给我算过一卦，说我以后贵不可言。我认为那道士就是个骗子，爷爷却深信不疑，相信我有当官的希望，整天督促我念书科考。说起和崔珏的孽缘，也是从那时开始。当时崔珏的父亲崔庸被罢官，穷困潦倒，爷爷欣赏他的才能，便将他请为西席先生。我便和崔珏经常混在一起。他从小就是个古板，我为了逃避做官，调皮捣蛋，不好好念书，惹得崔珏十分厌烦。我一直以为他挺讨厌我，后来好不容易有点青梅竹马的情谊，但也君子之交淡如水，所以我抓破脑袋也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他不肯给我放妾书，非要我做他的妾。叶儿，弟弟，你回来了。家人见到我又惊又喜。我大笑道：回来了，那晚一家子终于团聚。我们被抄家流放，虽然失去钱财，至少家人都园龄健康，算不幸中的万幸。堂兄程越向我行大礼，叩谢我的救助之恩。我赶忙扶起他：堂兄，此事不怪你，都是有人要对付程家，才变成这样。我连忙扶起他。程越长叹道：未进京之前，我日日想着要飞黄腾达，进入翰林院，我春风得意，却不想终究是一场镜花水月。他的言语神情也有几分心灰意冷。程越被冤枉打死太后的侄子，实际上他根本没做。若不是我费尽心机嫁给崔珏为妾，留在京城四处寻找当日的见证者，恐怕无法翻案。我们程家就此寥落，家人也感慨万千，以后就老老实实做生意吧。朝堂之事深不可测，飞黄腾达，可遇而不可求。一心想要摆脱商人身份的若爷长叹，他曾经积极站对太子，以为靠着太子就可以冲上云霄，却不想狠狠衰落。一介商人做太子的爪牙，太子政敌自然枪打出头屋，而且商人又不是非保不可的人物，太子为撇清关系，干脆放手不管。此事彻底寒了爷爷的心，和家人话别，晚上和爹挤在一间小屋里，屋里只有一张床，儿子自然要让爹。我在地下打地铺，爹已经睡了。我偷偷摸摸的逃出崔珏的信查看。仰光，重振家族多有危难，定会千辛万苦，绝欲与你一道。然京城动荡，复须觉从旁协助。待京城事了，决定去长明与你相聚。与君辞别，犹如剜心挖肺。若君念绝，可在明月升起时仰望。绝与君远隔天涯，共赏亘古明月。一封信写得絮絮叨叨，叮嘱我吃好穿好，莫要过于忧心。还说什么大劫已过，必有后福。等太子稳定下来，崔庸稍稍游说，程家说不定会富起云云。我知道崔珏喜欢唠叨我，但这信写的也太黏糊，还说什么要隔着天涯海角共赏一轮明月，酸得让人牙疼。我脸皮有点发热，收好信，吹灭烛火睡觉。爹爹鼾声雷动，我实在睡不着，干脆悄咪咪爬起来，推开小窗，望向外面。黑漆漆的天空挂着一轮弯月，清冷的辉光洒向大地，万籁俱静。我趴着看了会儿月亮，没觉得有什么好看的，不过反正睡不着，就看会儿呗。不是我想看的呀，我只是睡不着，被迫看的。此后几日，爷爷带着我们一家子继续拜访以往的朋友。
爷爷在长明县深耕多年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虽然抄家，但人脉还在，破船也有2-3丁。爷爷终于遇到几个愿意帮助他的朋友，其中一个周姓人家受过爷爷恩惠，直接送给我们一套空置的宅院。周公拱手道：“恩公当年救我于危难，鄙人一直想报恩，却拿不出好东西奉给恩公。如今恩公有难，若不嫌弃，这宅子就赠与恩公。宅子很普通，放到以前，爷爷肯定看都不会看一眼，此时却感动得热泪盈眶，握住周公的手道：谢谢，谢谢。这下子我们一家总算有了落脚之处。忙忙碌碌的收拾好宅子，爸爸精神矍铢的又邀请几个老友聚会，试图东山再起。我作为见证者，惊叹不已。抛开科学进步、现代思想，论心智毅力，古人和现代人毫无差别。有谁能做到从首富跌落尘埃，能抛下面子，卑躬屈膝，请求他人帮忙？有谁能做到在一次次被打击后还能继续振作起来，甚至试图东山再起？这个人还是个70多岁的老头子。爷爷之前专横跋扈，牢牢把握权势钱财，容不得小辈挑衅他的权威，甚至一意孤行，非要家族做官，以致走错路。可他的心智，他的手腕，无疑是强大的。又和几个商人聚会后回到家里，爷爷召集所有人议事。这批茶叶非常珍贵，倘若发往京城，定然能大赚一笔。他感慨道：你们都听到了，我那几个老友原本可以独吞这笔生意，却愿意分享于我。可惜啊，我们没钱。这段时间他非常信任我，经常带着我跑，事事与我商量。我旁观整个过程，大致心中有数，便说：爷爷放心。此次回乡，崔大人和崔珏私下给了我不少银两，做个小本生意没问题。我从胸口掏出1沓银票，100两。爸爸震惊，这么多钱？100两白银。当初爷爷眼也不眨的送给忠王3000两白银，为程月谋翰林院的差事，如今看到100两，都觉得天降横财。不过这100两不是崔珏给的，而是我自己剩下的私房钱。崔珏给我的钱，我没打算用。崔氏父子两袖清风，根本没多少钱。要不是出身大族，他们俩父子在京城连宅子都买不起。崔珏给我的1000两，恐怕是他私下的所有家当。崔家父子已经帮我量多，再收钱，我实在没那个脸。等遇到他，我得还回去。崔家父子真是好人啊！爷爷抚须长叹。伯伯和堂哥程月朝北宫拱手，以示感激。坐在椅子上的爹爹之忽然开口道：100两能干什么？连我的小妾都养不起。他的话让一家人怒目而视。当初被抄家，我爹的2个男妾哭着求爹爹放了他们，爹爹便给他们放妾书，让他们走了。如今他孤家寡人一个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谈养妾？爸爸骂道。爹爹丧气道：说的也对，男妾最势利，只可同富贵，没法共患难。住口！爸爷一拍桌子，我的脸色也不太好看。程月拱手道：叔叔请慎言。爹爹望着我的脸，意识到我做过男妾，连忙打哈哈道：咱们一儿肯定不一样，我说的是我那2个。我没生气，这混账爹说话向来不过脑子，若真要事事计较，我小时候就被气死了欧罢了。谁叫他是我爹呢？有了我的100两银子，爷爷分配一些吃穿的钱，剩下的入了茶叶生意的火。我的心情沉甸甸的。男妾最为人看不起，我不明白为何崔珏不给我放妾书。好的是，目前长明镇的人并不知道我做过男妾。一晃过去半个月，那日我们一家子出门拜访周公，见到一腰闲的姑娘站在屋前，手里捏着一张帕子欧。看到我，姑娘扶了扶身，娇滴滴地说：各位爷夫人。伯母立即皱眉。我有什么事吗？姑娘说，她是牡丹楼的花魁如意，
当年长明县大旱，家家户户几乎颗粒无收。我们程家先是低价卖粮食，后又设立灾棚救助百姓。他那时候快饿死了，吃了程家的饭才能活下来。后来太过家贫，他不得不卖身养家，却一直记得这份恩情。如今我们程家落难，便特意来相助。说罢，将一袋碎银子递给伯母。伯母一把打开碎银子，我们程家还轮不到用继子的银钱。姑娘愣了一下，伯母看向四周，挥手道：“你快走，叫人瞧见了，还以为我们程家已经沦落到和娼妓在一起呢。”姑娘红了眼圈，捡起钱袋赶紧离开。我有点生气。程月先一步开口道：“娘，别人好心帮我们，你又何必做如此姿态？”伯母道：“月儿，你和叶儿都未婚配，光天化日下和一个娼妓在一起，被人瞧见了，万一有心人造谣说你们逛青楼，以后如何说清？若是接受他的捐赠，以后即便飞黄腾达，也是一辈子抹不去的污点。”我沉着脸道：“伯母，那可对不起了。为了保住程家，我已经做了别人的男妾，已然败坏了名声。”伯母迅速冲过来，捂住我的嘴：“那不是做戏给别人看吗？人人都知道是假的。”我推开他的手：“既然知道是假的，为何要捂我的嘴？”伯母急道：“长明的人不知你做过男妾啊？”“这是的，男妾的地位和娼妓差不多。”我心里一直明白，回来也想着不让人知道这事儿。可今日之事后，我忽然惊觉，我一个现代人居然也会在意名声了。我为救家族做男妾，可耻吗？不可耻。我都做了，还要什么名声？哈哈！我大笑起来，郑重说道：“伯母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做过的事就当认。若别人问起，我定会如实回答。”你，伯母气急。我朝前跑几步，追上那位姑娘，接过她的钱袋子，从里面取走一枚铜钱。姑娘重情重义，在下铭记于心，某今日缺一块铜板喝酒，谢姑娘捐赠。程月也走过来，朝姑娘拱手：“谢过姑娘，改日定登门拜谢。”姑娘破涕为笑，扶了扶身：“那如意在牡丹楼静待2位公子。”拜过周公，爷爷和周公聊天，我无聊的四处乱走，在庭院里见一年轻公子和一个文士在一起聊天，我随意招呼旁边的婢女：“他们俩是谁？”婢女道：“那相貌英俊的是我们家三少爷周行之，至于旁边那个叫秦明，是个穷酸秀才。”提起周行之，婢女满口称赞；提起秦明，满脸鄙夷。我好奇下追问缘由，原来那秦明贪恋女色，竟经常往牡丹楼跑，最终败光家产，不得不厚着脸皮到周家蹭吃蹭喝。周家想资助他读书，秦明却依旧流连青楼。周兄此言差矣，天下之人生而平等，岂能以出身份3、6、9等？我惊奇的转过头，发现刚才的话居然出自婢女口中不学无术、浪荡好色的秀才之口。要知道，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，都以出身定阶级，人人平等，是现代才有的理念。即便我是现代人，到了古代都不敢随便说这种话。没想到居然从一个古人口中听到类似的言语。我扬声道：“说得好。”两人转过头来，周行之朝我拱手：“程兄。”那秀才也朝我拱手。我大大方方走过去和两人攀谈。我向来厚脸皮，很快就和两人相熟了。不谈不知道，一谈才发现秦明的思想居然十分超前。他说，现有的婚嫁制度是男人对女人的剥削，也剥夺了底层男人的子孙传承。还说，天子真是老天定的吗？倘若是老天定的，为何又有朝代更替？就不该联姻，联姻只会让门阀越来越强大。他非常推崇崔家父子，他们能敢为人先，取消谏官，给予普通人公平机会，乃千古之壮举。这些话离经叛道，惊世骇俗，对我来说却刚刚好。而且他喜欢崔珏，那我们就是好朋友。我和他极有共同语言，刚好爷爷给我派了任务，让我和周家的少爷们多多交流感情。
我便天天和周行之、秦明在一起。周行之也想参加科考，但商人之子想科考，须得举人以上的身份推荐才能参加。周行之知道我们家和崔家交好，也有意和我做朋友，因而我们三人经常混在一起。秦明认识几个文士，我的交际圈也越来越大。那几个文士中有个叫吴孟子的，居然是个山水画师，书画一绝。我挺喜欢这些风花雪月，经常和那帮人混在一起，勾肩搭背的四处游走，亲热得很。秦明想逛牡丹楼，但没钱，周行之便带着我一同前去，明日陪同，实则付钱。见过三位公子，如意姑娘抱着琵琶进屋，扶了扶身，坐在桌后弹起了琵琶。我们三人吃吃喝喝，过得醉生梦死，好不快意。如此过了1月，某日周行之有事，我和秦明在牡丹楼喝完酒，已经很晚了，我便邀请他到我家歇息。怕打扰其他人，我让秦明歇在我屋里，两人抵足而眠。不知道睡了多久，忽然听到有人喊：仰光，仰光，快醒醒，崔公子来了！放屁咧，崔觉怎么可能来啊？我翻了个身，揽住身边的人继续睡。程毅一声怒吼，身上的被子被掀开。秋日的天气冷飕飕的，我被冷醒了，缓缓睁开眼睛，对上崔觉气的铁青的俊容。秦明也被惊醒，半梦半醒的一咕噜从床上鱼跃而起，抱起被子往屋外冲，边跑边喊：我不是奸夫，我不是奸夫！跑了一半，像是清醒了，停下脚步道：不对啊，我又没睡女人。屋内非常安静，爹爹尴尬的站在一旁。崔觉长身玉立，面容清朗，漆黑眼眸来回在我和秦明身上打转。秦明被他盯得渐渐弯了腰，小心翼翼的走回来，将被子环到床上，悄声和我咬耳朵：怎么回事？我怎么感觉我像个奸夫？我穿着中衣坐在床上没起身，悄声说：这个吗？说来话长，我跟你肯定是清白的。我当然知道是清白的，问题是他为什么很凶的看我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你的眼神不好，也许他并没有很凶的看你？秦明揉了揉眼睛，眯着眼睛往崔觉身上瞧。这位是崔觉，崔公子。我站起身，故作镇定的介绍：这位是秦明。秦明眼睛亮了，幸会幸会，原来是崔公子。他想往崔觉身边凑，被崔觉拦住，冷声道：幸会，不知秦公子可否出去？我和程毅有话要谈。秦明和父亲出去了，屋里只剩下我和崔觉二人，气氛越发沉重。我有点不安，对上崔觉冷冰冰的眼神，我下意识的解释道：我和秦明是清白的。他没说话，我解释2句，崔觉忽然冲上来按我的肩膀，我猝不及防下被按在床上，抬头，崔觉愤恨的俊脸在眼前放大，他在我脖子上咬了一口，不疼，却让我严重受惊。啊！我惊叫一声，拼命挣扎。他按住我又咬了一口，这次有点疼了。你还记不记得我是你男人？有病吧？我挣扎着用力推开他，摸着脖子道：你是狗吗？干嘛咬我？崔觉后退2步，喘着气，狠狠盯着我。我有点震惊，崔觉可是有名的贵公子，清冷高贵，行止有礼，很难看到他如此失态的时刻。而且他刚才说他是我男人。你别这样，我脸皮发热。崔觉眼神像是受伤了动物。你是我的妾。我跳下床，恼怒道：那不是假的吗？不是假的，崔觉说。我瞪大眼睛，崔觉逼近我，我不得不后退，一屁股跌坐在床上。我认真的。他说。我傻眼了。崔觉问：你不认？认什么？我们就是假的。我嘴硬道。崔觉看了我一会儿，站起身，甩袖离开房间。我呆坐在屋内，脑子跟锤糊一样，好一会儿才恍惚走出房间。庭院的梨树下，崔觉和秦明在聊天，神情凝重。他天天逛青楼，夜不归宿，
还经常和人一起睡觉。算是吧。崔觉的脸更青了，猛然转头狠狠盯着我，我吓得赶紧缩回屋。那天崔觉一直黑着脸，给我摆脸色，只有见家人的时候才恢复贵公子的礼仪，笑得勉勉强强。我试图和他开玩笑，聊聊天什么的，他统统不理我。吃过晚饭，他依旧臭着张脸，我忍无可忍。崔觉，你在闹什么脾气？崔觉冷冷道。我没闹脾气。你有？没有？你就有。两人的火气渐渐大起来，互相瞪着眼。好一会儿，崔觉轻哼一声，对，我就在闹脾气。为什么要闹脾气？崔觉看着我，眼神凶猛，仿佛要吃了我。我让你给我回信，你一封信也没回。身为我的妾，居然到处和人睡觉，你眼里还有我吗？我下意识辩解，可我做你的妾是假的。崔觉打断我，不是假的，我从来没作假，我傻住。崔觉一把揪住我的衣领，程毅，你到现在都不明白我的心意吗？我不知道该如何反应，我已经完全傻住了。崔觉见我一脸懵逼，失望的放开我的衣领，转身走出廊下，清凌凌的光落在他后背，显得有点孤独。崔觉这次闹的脾气特别大，哄都哄不好的那种。我心烦意乱，一夜没睡。第二天，他却像没事人一样和人说话，言行举止不负贵公子名头，遇到任何人都礼仪完美，唯独对我爱理不理，一个字都不肯说。他名声极大，又出身高贵，好多人慕名前来和他交友，他竟来者不拒，整天和人把酒言欢，逛街赏景。我想插话，都被一堆人阻拦在外。一连几日，崔觉早出晚归，完全不搭理我。他已经和周围的文士商人们交上了朋友，宾至如归，彻底抛弃了我。白玉楼里望着被团团围住的崔觉，我烦闷的坐在一边和周行之、秦明喝酒。我搞不清楚自己的心情，我想离他远点，又忍不住跟着他跑，气愤、嫉妒，也很恐慌。他看我，我不自在；他不看我，我更不自在。可恶！走，我们去牡丹楼。我将酒瓶扔桌上，起身招呼。周行之吃惊道：崔公子应该不会去牡丹楼。我冷笑，管他作甚？他不是你朋友吗？不是。周行之和秦明面面相觑，最终我们三人悄悄离开，去了牡丹楼。包间里，如意弹奏的曲儿，我一点也没听进去，只顾着喝酒，喝最烈的酒，最后已经彻底失去意识。迷糊间，好像有人拉我，气息不熟，我打滚撒泼，不肯走。又有人来，还是不熟，我推开他。最后来了道模糊的身影，气息很熟悉，让人安心。他拉我，我踉踉跄跄站起身，凑过去闻了闻那人的脖子，气味淡雅似竹。我一下子放松了。我问：是你吗，崔觉？是我，嗓音低沉。王八蛋！我骂了那人一顿。那人静了会儿，将我背起来。我在他身上扑腾，他用力拍我屁股，有完没完？我大骂：崔觉，你凭什么不理我？那人没说话。我才是你最好的朋友，你居然不理我！我继续骂骂咧咧。你个没良心的！崔觉说：我不是你朋友，我是你男人。呸！我继续大骂：你是我男人，居然还和别人一起勾肩搭背冷落我！我狠狠咬他的脖子，嘶！他疼得倒吸气。我骂了他一路，后面彻底醉过去。醒来天已大亮，动了动身子，手不小心摸到一个温热的物体。我转过头，看到崔觉睡在我旁边。我缓了一会儿，才模模糊糊的想起昨晚的事，有点慌，也有点尴尬。醒了？旁边的人声音淡淡。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，心里生了怯，干脆闭眼假装睡觉。程毅，昨日为什么发脾气？他问我。我死鱼一样直挺挺躺着，假装不醒。但崔觉似乎知道我在听，继续说：
我不理你，你很难受对不对？那你想过没有，你和别人谈笑风生，和别的男人睡觉，我该有多难受？我装不下去了，睁开眼说，我和那些人都是朋友。朋友？是的，你也是我朋友。我不只想做朋友。崔珏撑起身子，俊脸侧向我，目光炯炯有神。程毅，我要的不是朋友，我要的是特别，唯一。我要我在你心里是最特别的那个。我坐起身，揉揉鸡窝一样的脑袋。昨天喝了太多酒，太阳穴一胀一胀的疼。别闹了。我没闹。崔珏眼睛渐渐泛红，他死死盯着我。我要成为你的最特别的人。他像那孩子一样孜孜不倦。一瞬间，我有点不知所措。你已经是最特别的那个呀。不，你和我喝酒，你也和他们喝酒，你和我聊天，你也和他们聊天，你和我睡觉，你也和他们睡觉，你待我和待他们都一样。崔珏翻身压过来，我不是特别的。那我被他问得心慌意乱，太阳穴依旧在突突的疼，头昏脑胀。你想如何？给我。他揪住我的衣领，给我。他神情有点可怕，甚至有点疯。我被他摇晃得更晕了，伸手推他。别摇，我给你就是别摇。然后我一天没下来床。那天稀里糊涂再度搅和在一起。崔珏变得很高兴，天天黏着我，带着我到处游玩。他似乎用了功，没有第一次那么疼。可这不是疼不疼的问题。若说第一次是被迫做给太后看，这次算什么？我把那1000两银票还给他，崔珏很不高兴。你还我作甚？不说我们是夫妻，即便是朋友，也不当还的。我不想因为身外之物和他吵，提过2次被他拒绝后，我便收下这笔钱。崔珏很忙，他很快就得回去。临行前，他将放妾书交到我手里。我茫然的呀了一声，为什么现在给我？实际上和他稀里糊涂在一起的日子，我都忘了这事儿。碧波亭外，杨柳依依，他有些不好意思的红了脸，别过头说，之前不给你，怕你做了我的妾，讨厌我，一走了之，再也不见。有妾的身份在，我们至少有羁绊。如今我们两情相悦，用不上这东西，自然就给了。两情相悦，我刚想反驳，看到他水润的眸，道口的话被我咽回肚子。我说，当初是我求你做你的妾，怎么可能讨厌你？你想的太多了。崔珏点点头，阳光照着他眉眼，像是镀了一层蒙蒙的光。被他这样瞧着，我脸皮有点红。两情相悦，我也不知道我们算不算两情相悦。你几时来京城？崔珏问。我顿了顿，我说以后看吧，先将家里顾好。崔珏眼眸里希冀的光暗淡下来，很快又振作道，那你至少每月得写一封信。好，我点头应答。那再见。再见。崔珏骑马离开长明，碧草连天，日光散落，风吹过深秋草地，连绵一片。他青色的背影渐渐消融在山水之间。眼见他消失，我心里竟然升起几分不舍。崔珏走后，我生活如常，空闲了依旧以春日来的笔名写小说。当初为了挣私房钱，也闲得无聊，我以春日来的笔名写言情小说，不想火遍大江南北，大赚特赚。老板反馈，爷，大家都说你写的情爱话本更好了。我问为什么，老板笑道，他们说你字里行间透着股缠绵排斥的味道。我心头一颤，笑骂，你消遣我呢？哪敢消遣您呢？老板笑眯眯地说，我一大老粗懂什么情爱，是买书的小姐们这么说的。你最近写的这篇，小姐们都看哭了，尤其是男主和他兄弟的故事，真叫人动容。你别说，以前是小姐喜欢你的书，现在好多书生也喜欢，南风馆里的小兔子们也喜欢的紧。我咳嗽一声，好了好了，最新的交给你，收了钱，我匆匆离开。字里行间缠绵排斥，不可能吧？
脑海里浮现崔珏的身影，我赶紧摇头，甩掉那些奇奇怪怪的画面。之后我努力做事，让自己忙起来，不让自己去想与崔珏有关的事情。深冬，天气寒冷，崔珏给我写信说京城下了大雪，他怕我冷，给我送来一件很厚的白狐裘，我不想穿的，但天确实太冷了，我小心翼翼的披上。临近年关，我把写书换来的钱开了一家酒楼。开业那日，周行之、秦明赶来祝贺，我那些乱七八糟的朋友也被请过来大吃一顿。牡丹楼的如意姑娘主动前来跳舞，她一跳舞，整个长明镇的人都轰动了，纷纷跑来凑热闹。程家所有人都来帮忙，我不擅长琐碎之事，后厨全由伯母打理。爹爹居然擅长招揽客人，他以前从未打理过生意，因为爷爷不放心他，没想到还有点用处。我瞧他喜欢玩乐，斗鸡走狗的朋友也多，便让他在大堂招呼，竟然干得有滋有味。伯父程月也帮忙打理，连续7天宾客满座，赚得盆满钵满。晚上清点账目，我想分钱给伯母，被他拒绝了。这钱是你自个儿掏的腰包，自然是你一个人的营生。伯父和程月也点头，叶儿，你也该为自己打点家业。我心头一暖。伯母叹道，这些天多亏了如意姑娘，先前是我不对，我也是个商人，竟看不起青楼女子，实属不该。我道，伯母有心就好，春节到了，伯母送给如意一则绣帕，如意赠与她一朵绢花，两人一笑泯恩仇。春节那日，大雪纷飞。崔珏之前给我来信，他原本想到长明，可惜西城山体滑坡砸毁了许多农务民房，他随崔庸去救灾，无法前来。西城山体滑坡之事我听说过，崔庸和崔珏整个春节都在那边忙活，我有点担心他，写了信过去，他没回。春节过了，崔珏终于回信报平安，我松了口气。不久，爷爷的商人朋友从京城回来，茶叶生意终于有了眉目，分给我们家500两白银。太好了！爷爸激动地拄着拐杖往屋外走，我们跟着他走出宅子。爷爷来到以前的米店面前，颤声道，我们终于可以把米店盘回来了。米店是程家的根基，当年程家最盛时，米店几乎开遍整个省份。爷爷白手起家时开的第一家店也是米店，我们程家必然东山再起。爷爷握着拐杖，精神奕奕，买下米店，忙活生意，招揽下人，一切忙碌而充实。直到京城一家公子路过长明，在我酒楼里打尖，听说店是我开的，他慌忙带着佣人离开，连饭都不吃了。公子，您为何匆匆离开？程义是男妾，低贱之人开的店，岂配得上我等身份？众人大吃一惊，程家二郎是男妾。某爵没说谎，他是崔家公子崔珏的男妾。如若不信，你去问他。一旦掀起千层浪，我从2楼缓步而下，众人纷纷用惊奇的目光盯着我。周行之也在，站起身问道，程兄，他说的可是真的？我默然片刻，点点头。爹爹听到动静冲出来，不是真的。来人，把那胡言乱语的人打出去。几个家丁跑出来，你敢打某？那贵公子瞪大眼睛，眼看着要打起来，我大喝一声，够了！贵公子气愤离开。我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回到程家，闭门谢客。我并不太在意名声，但烦扰的声音太多，终究让人不舒服。我提起笔给崔珏写信，一腔心事付诸白纸，洋洋洒洒写了许多。写完，望着上方的字迹片刻，我长吁一口气，想了想，抓起来撕掉。罢了，不就是被人嘲笑吗？何须让他担忧？最终，我在信上写道：一切安好，望君勿念。深夜，有人拜访，来者居然是秦明。我有点诧异，将他迎进屋。你深夜拜访我，若让人瞧见，
不怕被人说闲话。秦明哈哈笑道：说什么闲话？我被人说的还不够多。他带了一壶酒，喝吧，程兄。我们坐在小院里饮酒，我坐到他对面，默默喝了一杯。程兄，我向你说一件秘密，你听了就不要再为男妾之事伤感，行吗？秦明说。我一愣，秦明自顾自的倒了酒，说道：其实如意和我是一个村的，从小我就喜欢她，想娶她做妻子。后来大旱，她为了养活家人，不得已卖身青楼。前些年我为前途名声和如意恩断义绝，说了很过分的话，如今我后悔了。圣人书云追求本心，我却为了功名利禄失去本心。辗转多年，我已然明白，我定是要娶如意的。我吃了一惊，一个秀才娶青楼女子为妻，太过惊世骇俗，和我一个大户人家的儿子去做男妾类似，都让人不齿。喝完酒，秦明回去了，我坐在榻上，久久不能言语。片刻后，哈哈大笑起来。喜我者自会站我身旁，不喜我者如何看我？有意义吗？我为何要为不喜我者伤神？如此一想，豁然开朗。第二日，程月当众说我为了救助家人，和崔珏合谋嫁人，实际暗中调查真相，试图为我挽回名声。不知道众人相不相信，我已然不在乎了。那件事后，憎我者有之，厌我者有之，离我者亦有之。我一切照旧。某日睡到自然醒，我换上衣服，慢悠悠走出门外，准备转转。大门打开，门外站着周行之、秦明、如意，阳光明媚，春日融融。他们朝我笑道：仰光，今日上山赏景，同去吗？我一愣，心头涌起千言万语，却又不知该说什么，走出去大笑道：自然得同去，喜我者自会理解我。同去，同去。我们一行人上了山，和画家吴孟子以及2个散客一起喝酒聊天。青树绿，酒意浓。秦明说：如意可愿为我们一舞？如意微笑道：奴家今日都是众位客人的。秦明抱起琵琶弹奏，如意站在院中翩翩起舞，舞裙旋转，我们拍手喝彩。吴孟子大叫一声：我有灵感了！他一把推掉桌上酒盏，摊开笔墨纸砚，挽起袖子写写画画。周行之和散客开始吟唱长鸣古曲，秦明曲子一顿，改成古曲，拨弦迅疾。如意脚带铜铃，一袭红衣，旋转如风。我捡起地上的碗筷，一边敲一边复唱，良辰美景。我心中升起淡淡怅然，倘若他在就好了。舞曲中，书画完，行人醉，我们几个东倒西歪。如意唱起小曲：我住湘江头，君住湘江尾，日思君不见君，共饮湘江水。他的歌声袅袅挪挪，缠缠绵绵，如鸟盘旋而上。我抬起头，朦朦胧胧中看到一道青色身影缓缓走来，长身玉立，身姿飘渺，恍若仙人。仰光，他嗓音清冽，如玉珠落盘。我摇摇头，不可置信。崔珏，他坐在我身边，握住我的手，是我，恍如梦中。我被崔珏背下山，再度醒来，见到一身青衣的他，才猛然回神，一切都不是梦。你怎么来长明了？我惊愕地问。他背对着我，坐在案桌前看书。闻言转头道：刚好要去公差，顺道过来瞧瞧。我爬起来，整理乱糟糟的衣服和头发。那你什么时候走？马上。马上。我吃了一惊。他点头：你好好休息，下次再来看你。说罢，他起身匆匆离开。我送他上马，他骑马远去。我心里像是被扯了一下，有什么东西随着他远去，酸酸涩涩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在我睡觉期间，崔珏去了酒楼，当众宣布我和他只是朋友。他非常敬重我，当初之事是迫不得已。我想他之所以这么做，定然是听到风声，
才千里迢迢赶过来帮我出面。一瞬间，心潮翻涌。他曾经叫我去京城，我想等此件事了，我也该去京城了。转眼到了夏日，生意经营的差不多，我告诉爸爸要去京城读书。我之前就在白鹿书院读书，家里人都非常支持我。去吧，爷爷抚摸我的头，不管考不考得上，我们程家永远是你的后盾。我拜别家人，收拾行囊前往京城。他找过我2次，该轮到我找他了。京城熙熙攘攘，谁也不识我程家二郎。我牵着马来到崔府门前，轻轻叩响大门。门打开，家丁见到我，大吃一惊：“程公子！”他回头大喊：“程义公子回来了！”我被迎进屋，好好洗了个澡，从浴桶起身，正在换衣服时，门被猛然推开，一人匆匆跑进来，绕过屏风盯我。仰光，是崔珏。他微微喘着气，脸色发红，应该是一路跑回来的。我受了惊，匆匆套上衣裤。是我。崔珏冲过来拥住我，这出乎我的意料，他一向清清冷冷，不像会干这事儿的人。但我又回想，他已经干过更过分的，便又释然。我手里拿着衣服，穿也不是，扔也不是。仰光，仰光，他一直唤我名字，叫得我耳朵发麻。稀里糊涂的，我们又滚到一起。那晚他非常厉害，我第一次享受到切切实实的鱼水之欢。在府上耳环厮磨几日，崔珏安排我去白鹿书院读书。若他下朝早，便会等在书院门口。流言蜚语传得到处都是，京城好多人都知道我曾经是他的男妾。崔珏毫不在意，崔庸也没有阻止的意思。绝大多数的人认为，当初我做男妾是为了避开程家的祸端，故而没人真当我们是情人。嘲笑我的都是崔家父子的敌人，他们拿我当妾的事做文章，也只是为了气我和崔珏，并不认为我和崔珏有一腿。崔珏前途无量，又是高洁有礼的贵公子，怎么会喜欢男人呢？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准备相试，崔珏为我举荐，此事惹了某些人的不满，竟上报给圣人，说崔庸滥用私权，又提起先前我做男妾避祸之事，认为崔庸疑商勾结。圣人在承和宫避暑，离白鹿书院不远，便召见我和崔珏。为了避免欺君之罪，我们俩决定宣称互相爱慕。清凉殿内，崔庸以及几个官员在旁。崔庸老神在在，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。其他几个官员有的担忧，有的一脸看笑话。当初你是否通过做男妾逃避责罚？圣人垂垂老矣，身体干瘦，坐在榻上询问。我跪在地上道：回陛下，草民心仪崔公子，又逢家里大难，便让崔公子纳我为妾。圣人问崔珏：崔珏，你怎么说？崔珏恭敬道：回陛下，微臣也心仪程公子。圣人冷哼：你们两个分明是合谋欺君。我吓了一大跳。曹品不敢，微臣不敢。无论皇帝怎么问，我们俩咬死互相爱慕，而且我们的事按律法来说并无大错。最后皇帝疲惫道：倘若所有罪人都如你们这般嫁人脱罪，事后再分开，那天下岂不是乱套了？我和崔珏对视一眼，不明白圣人如何想的。圣人道：既然要在一起，那就一辈子都在一起。朕要为你们赐婚。我傻眼，崔珏也愣住。陛下，万万不可呀！崔庸身边的官员大惊失色，慌忙跪倒在地。崔珏并未违反律令，他之所以纳男妾，是出于朋友之意，情有可原，请陛下收回成命。李大人此言差矣。又一名官员站出来：若崔珏开了先河，后人有样学样，个个犯了罪，就赶紧找人澄清作假，那人人都可以脱罪。此事绝不能开先河。几个官员吵得不可开交。我算看明白了，我和崔珏的事只是个由头，依旧是朝堂之争。若我占了崔珏正妻的位置，崔珏便无法娶贵女，失去了联姻的力量。
在等级森严的新朝，门阀大族都是通过联姻巩固阶级，崔珏无法和其他大族联姻，便间接断了崔庸的势力。何况娶个男妻，也能羞辱崔家父子。官员争得面红耳赤，皇帝皱眉，猛然挥手打掉旁边宫女手上的扇子，怒声道：“别吵了，吵得我头疼！众官员赶紧跪下请罪。”这时崔珏展袖磕头，郑重道：“微臣恳请陛下赐婚。”皇帝脸色好看了些，既然你这么求了，那就赐婚吧。从承和宫出来，我依旧晕晕乎乎的。我和崔珏稀里糊涂滚了床单，现在又要稀里糊涂成亲，这世道发生的事情，每一步都出乎我的意料。崔庸过来拍拍我的肩膀，和蔼道：“被吓到了吧？”我尴尬道：“还好。”崔庸看了一眼崔珏，笑着离开。我和崔珏两人慢慢的往回走，一句话都没说。快到家门，我打破沉寂：“我居然要嫁给你2次。”崔珏笑起来：“对，看来是上天注定。”他一笑起来，眉眼弯弯，仿佛繁花绽放。我本来想打趣他，结果看呆了。京城传言，崔公子的风姿如日月之盛，春花之貌，诚不欺人也。圣上要赐婚我和崔珏之事传了出去，朝堂上有官员请求圣人收回成命，被崔庸的政敌喷了回去。崔庸的人又退而求其次，请求圣人让我做崔珏的男妾，至少要空出崔珏的正妻位置。政敌们死也不干，不断游说皇帝，务必要让我成为崔珏正妻，还不允许我科考。为了让我成为崔珏的正妻，他们在大殿里哭嚎，在御书房门口跪拜，还有个夸张的居然撞住了。一切都很玄幻。最终在政敌的努力下，圣人下了圣旨，让我成为崔珏的正妻。政敌们弹冠相庆，得意万分，认为取得重大胜利。崔府、崔珏也兴高采烈的为我挑选布料，准备喜服。仰光，这块布料如何？他问我。屋里摆满了成衣店送来的布匹，任君挑选。我看了一眼，都很好，随便吧。怎能随便？崔珏皱眉，怀疑的看着我。难道你不愿与我成亲？他放下布匹，失落道：“想想也是，谁愿意做男妻呢？若不是圣人下旨，你肯定不愿的。没有的事，我最看不得他这副凄凉的模样。”赶紧选了一匹颜色鲜艳的，就这匹吧，好看。崔珏又笑起来，笑完又叹气道：“终究是我对不起你，以后你无法科考了。”我说：“科不科考我不在意，而且此事也与你无关，我从小就不想做官，做官太难了，如今断了念想，无事一身轻。”政敌们很努力，应该是怕夜长梦多，让我和崔珏在15就得完婚。我给家里去了信，长明离京有半个月的路，他们根本来不及赶过来参加婚礼。15那日，我和崔珏在万众瞩目下成亲了，一切都像做梦，一切都出乎意料。大概这就是人生吧，人生总是充满意外。我和崔珏成亲后，朝廷又颁发律令，男子家族犯罪，即便男子嫁人也不得视罪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爷爷他们终于赶到京城，他们很伤心，尤其是爹爹，哭得肝肠寸断。我的义儿啊，我以后要断子绝孙了。伯父一家也心疼我，在古人看来，断子绝孙是非常重的刑罚。我很可怜，但我本人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可怜，我甚至暗暗窃喜皇帝能赐婚，不然我不知道和崔珏该如何收场。爷爷长叹，当初倒是拼命，说仰光今后必成贵人，万万没想到会是这般贵人。我默然。崔庸仅差一步就可以登坛拜相，崔氏又是底蕴深厚的大族，崔珏虽然现在还是小官，但人人都知道他只是镀金的，以后定然前途无量。我作为崔珏的正妻，可不是贵人吗？说不定后面还会有诰命。当真世事无常，又殊途同归。1年后，皇帝驾崩，
太子继位，程家再度成为皇商，程越也可以做官了。但他说，以越的性子不善交际，不适合留在京城，不如在外自在些。当年他出过2次事，有点心灰意冷，如今成熟了许多。他回到长明县，做了长明县的县令。秦明给我来信，说他再次向如意求亲，如意答应了。我给秦明送了点钱，他没客气，拿钱帮如意赎了身，光明正大娶了她。娶了如意后，秦明刻苦读书，很快考中进士，当了大理寺的官。他心细如发，断案如神，被人称为神断。我让崔珏给周行之推荐，周行之也开始参加科考。爷爷说，我为家里付出太多，家里的大部分财产以后都留给我，而且让我打理。家人都同意。我闲着没事，干脆跟着爷爷做生意。爹爹高兴的要死，拼命娶妻纳妾，试图生个一儿半女。我没阻止，随他去吧。我写的小说越来越多人喜欢。此时印刷术技术突飞猛进，我的书流传甚广，有些人居然说是传世名著。到底是不是名著？等100年后世人再评吧。又过了1年，崔庸熬死了政敌，登上丞相之位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那日，崔珏带我离开。我问去哪儿？崔珏道：名山崔氏。我去那儿干什么？崔珏笑而不语。到了崔氏，我再次见到崔珏的母亲和姐姐、姐夫。之前他们特意来京城见过我，还送过见面礼。崔珏姐姐已经生了2个孩子，聪明伶俐。这次你们回来多留几日，族里孩子多，你们可以慢慢挑。他笑着对我说。我这才明白，崔珏带我回来是来挑孩子的。我觉得不妥，谁家的孩子不是宝？谁愿意把孩子给出去？但我想错了，许多人都想把孩子给我们。最终我们选了旁支一个无父无母的男孩。那男孩3岁左右，是个哑巴，一直不肯说话，很不受家人待见。既然是不要的，那我便带走了。再后来，孩子终于开口说话，且记忆力惊人，养起来一点也不费事。我一高兴，又捡了几个孩子养。崔珏由着我。落日黄昏，我抱着孩子讲故事。从此以后，牛郎河织女过上了幸福的生活，夕阳西下，菊光万丈。崔珏站在远处，含笑望着我。啊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